我有个问题啊，为什么荷兰猪前3部曲票房很出色，评价很割裂？但当我看完蜘蛛侠崭新之日后，我对这个问题有了全新的认识。因为这一次我们迎来了一个全新的蜘蛛侠，他更成熟也更强大。当我们回头看他的来时路，也就是荷兰猪的高中3部曲，为什么在剧情上有很多问题拖累了他的形象？尤其是当我们经历过初代蜘蛛精人民的蜘蛛侠，又经历了超凡蜘蛛侠心中的意难平，再回头看荷兰猪就有一种反差。但这份反差其实有着各式各样的客观原因，我们一一道来。大荧幕上索尼的2代蜘蛛侠都是独来独往的英雄，他们有过青涩，也遭遇过失败，他们能依靠的只有自己。为什么呢？因为索尼买断的是蜘蛛侠和相关反派的独家影视版权，所以蜘蛛侠只能靠自己。其实当初漫威给过索尼一个选择，2500万美元就可以买走包括钢铁侠、雷神、黑豹、蚁人在内的几乎所有漫威角色，可是索尼还是选择以不到一半的价格买走了漫威一哥蜘蛛侠。现在漫威一定感谢当年的索尼。如今风水轮流转，盾铁锤3人也从美漫的准一线角色成为了美漫电影界的领军人物，漫威也咸鱼翻身，开始统治漫改电影，索尼眼红了。在经历各种风波之后，索尼最终选择和气生财，和漫威合作。不过那个时期电影还是索尼出品，意味着只有索尼赚钱。但无论如何，蜘蛛侠都回到了 MCU， 可地位从漫威一哥变成了 MCU 的小弟。而漫威版的蜘蛛侠为了创新，也为了融入 MCU 的大家庭，肯定要和前2代产生差别，他们就进行了改编。从我们观众的角度会觉得你们好好拍就好了，致敬经典，还原原著。但编剧和资方不会这么想，要不然就不会有这么多魔改了。而且编剧编的故事要有逻辑，人物要有动机，但最关键的是编的故事得有人付钱，所以编剧也要讲人情世故，也就是资方爸爸想拍什么你就得写什么。但好在重一的时候，索尼和漫威的想法还只是创新，改编的力度不大，所以我们回头看重一的故事和人物是比较完整比较顺畅的。首先就是更年轻更稚嫩的高中生，其实就是个孩子。虽然我们国内把3部曲叫做英雄归来、英雄远征、英雄无归，好像是英雄3部曲，但其实人家叫 Homecoming、 Far From Home、 No Way Home， 关键词是 Home not Hero。 甚至你把单词重组一下，可以看到 Herman。 You pay-per-viewed a video in your room? They didn't list the titles, but I could tell by the price it was an adult film at the front desk, and you didn't know how I knew? Okay, fine, it's you, stop! 看过了沉稳的脱皮猪、破碎的加菲猪，再看看这个中2的荷兰猪，有人会很不适应，但是我觉得很合理，高中生肯定是荷尔蒙爆棚啊。而我的年纪刚好从蜘蛛侠的同龄人慢慢的变成了钢铁侠的同龄人，我看待荷兰猪的感觉就像在看一个小弟弟，他身上的缺点都是我的来时路。一个高中生能有多成熟呢？钢铁侠1里面托尼斯塔克30多岁才知道浪子回头，荷兰猪当时才15、16岁，真的是情有可原。那我们顺着荷兰猪的剧情来看一下他的人生轨迹。荷兰猪首次登场于2016年的美国队长3啊，不对，按照 MCU 后来的说法，这个版本的皮特帕克首次登场于钢铁侠2，也就是他。这就是命中注定，谁也想不到漫威在钢铁侠2里的一个小桥段却能完美衔接上后来的英雄归来。这也说明了帕克从小就把斯塔克当作偶像，他站在钢铁侠身前伸出手掌的那一幕就是他英雄之路的第一步。算下时间，这一幕比超凡2的结尾更早，这就是英雄意志的萌芽和传承。顺着这个，我们再回头看托尼去招募皮特帕克的那场戏，就会有另一种感触了。以托尼的技术肯定摸清了帕克的身世以及和自己的渊源，他看着眼前这个小屁孩基因变异，头脑聪明，还有着一腔热血，但是身世可怜，小时候失去了双亲，少年时失去了叔父，这样的孩子在东大简直就是收徒的最佳人选。但托尼确实也把皮特当做了自己的传人，他在小蜘蛛身上找到了一份责任感。这是托尼的人设太好教了，他对皮特的爱看起来有些疏远，但其实无微不至。而托尼对他的期望并不是希望他每天去街头行侠仗义，而是希望他好好读书，甚至未来还愿意给 MIT 写推荐信。 You know, it's never too early to start thinking about college. I got some pull at MIT and coffee. No, I don't need to go to Mrs. Stark is no longer connected. 可惜了，托尼·斯塔克不知道的是，皮特最后连大学都没得上。如果不是靠着天赋异禀的聪明才智，皮特·帕克差一点就要被生活斩杀。作为蜘蛛侠，他固然受人爱戴，但作为皮特·帕克，他已经和 Gallagher 一家一样，再也走不出底层的困境。但这份来自长辈的关爱让小蜘蛛不太适应。怎么说呢？托尼对他来说是各种意义上的偶像，无论是科技创造上还是超级英雄这条路。当时的小蜘蛛也是明白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在他和托尼说的话里就能看出来。When you can do the things that I can, but you don't, and then the bad things happen, they happen because of you. 但是啊，
知易行难，他只是犯了一个年轻人都会犯的错，有些好高骛远。可年轻人眼高手低很正常，更何况他本就可以凭借蛛丝飞得更高更远。他非常渴望干大事，希望加入复联，尤其是参加过内战以后，再回到街头，对他来说有一种落差感。他渴望碰到大麻烦，解决大危机，于是他等到了一帮外星武器的军火商，而这个军火商秃鹫的诞生和 Stark 息息相关。但是呢，小蜘蛛一开始也不是自己非要逞能单干，是侧方停车侠没有空理他，因为哈皮升官了，他有些心理膨胀了，他并没有看透自己老板的心思，他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老板多么重视自己的传人，这才导致好几次小蜘蛛被迫单独行动，最后出了篓子要钢铁侠来救场。我觉得大家也不要把荷兰猪当作托比猪去看，完全可以当做一个传统的武侠小说。托尼是掌门，平日只管江湖大事，小蜘蛛是关门弟子，他非常向往去闯荡江湖，其实和奥黛鹰眼 Kate 是一个差不多的状态，就像 Kate 需要 Clint，Parker 也需要 Stark， 所以整个重一里蜘蛛侠是绕不开钢铁侠的。因为彼时的 MCU 正是钢铁侠为 C 位的阶段，无论是 RDJ 还是 Tony Stark 都是人气最旺，那么由他来引领荷兰猪确实事半功倍，而且在故事中的好几次提点也是恰到好处。一次是帕克被秃鹫丢下来，托尼远程遥控着 Mark 47过去救了他，还叮嘱他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至于危险的武器贩子就交给大人去处理，但叛逆的小蜘蛛没有听进去，他还是想证明自己。这样才有了第二次的游人事件，这一次让他真正意识到自己能力不足，但少年心性还是忍不住嘴硬，直到师傅亲自登场。托尼要让小蜘蛛明白，人一定要靠自己，这源于托尼自己的经历，也是对蜘蛛侠 IP 的一个回应，因为成就蜘蛛侠的不是这一身高科技战衣，还得是他自己。等帕克终于明白这个道理以后，他从废墟下崛起了，他打败了秃鹫，解决了危机，这一番行为也让师傅震惊了。托尼打算正式招募他作为复联的一员，而小蜘蛛也迪化了钢铁侠的行为，他选择回家做个好邻居，这就是一种成长的表现，有多大能力干多大事儿。皮特·帕克终于看清了当时的自己，那么接下来的路就好走了。可是每个蜘蛛侠的宿命就是失去，于是他在复联4里面失去了自己的引路人，但他得到了什么？媒体口中的钢铁侠继承人。What is it like to take over from Tony Stark? There's some big shoes to fill. 这其实有一些打破了第4面墙，因为当时 MCU 随着钢铁侠牺牲以后，粉丝一片哀嚎，各方唱衰 MCU， 漫威也急需一个角色去接替钢铁侠，成为后续阶段的核心。那就从现实到电影里，都让蜘蛛侠继承钢铁侠的威望和遗产。可最后的剧本呈现实在是有些过度生硬。我个人觉得重样的故事和重三一样，有很多降智不合理的地方，主要的矛盾就在伊迪丝身上。反而帕克那部分我觉得还好，因为重一的结尾，帕克认清了自己就是个友好邻居。在复联3、4里，他打过灭霸，见过世面，知道世事险恶。他又经历了朔灭，失去了师傅，他发现江湖真的是太危险了。他产生了逃避的想法。那一年，小蜘蛛16岁，他开始迷茫，他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优秀。尽管媒体称他为钢铁侠继承人，但只有他自己知道，皮特·帕克到底只有几斤几两。他开始逃避，逃避可耻但有用。他拒接马尔侠的电话，他只想谈恋爱。他已经忘了学姐，打算向智慧与美貌并存的 MJ 表白。可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不找麻烦，麻烦会来找他，也就是虫二核心冲突伊迪丝的争夺战。我一刷虫二的时候觉得小蜘蛛太冲动了，不该这么轻易就交出伊迪丝，但二刷的时候想的更多了。首先我们要想一下，伊迪丝的创造者是 Tony Stark， 之前他有什么东西要送给帕克，一般都是让哈皮去找帕克，怎么也轮不到马尔侠这么一个外人。虽然在钢铁侠2里面也是由马尔侠给托尼带来了霍爹的遗产，但是呢，为什么霍华德不自己留给托尼呢？非要通过神盾局来转交？就因为霍爹是神盾局的创始人，然后霍爹和儿子的关系不好吗？还是说神盾局在清查霍爹的遗产？那么问题来了，伊迪丝为什么会在马尔侠手里呢？虽然这个马尔侠是斯库鲁人，但他确实行使着马尔侠的意志。再结合幻红鹰眼惊奇少女里面的剧情，我们就知道，在钢铁侠牺牲以后，围绕着斯塔克工业发生了诸多吃相难看的事情，所以我有理由怀疑马尔侠也觊觎伊迪丝这一套系统。他甚至想过截胡，可惜他技术有限，没法破解权限，所以他只能被迫交给帕克。结果他发现帕克在乱用，于是他就不停地 PUA 帕克。 Stark gave you a multi-billion-dollar AR tactical intelligence system, and the first thing you do with it is try and blow up your friends. It's clear to me that you were not ready for this.
他就是希望帕克明白一点，你是个不成熟的高中生，你配不上伊迪丝。可马尔夏万万没有想到，还有人在觊觎这一套系统，也就是神秘客。于是整个故事才最终有了一个惊天大逆转。同时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怪托尼·斯塔克，伊迪丝这套系统使用权给小蜘蛛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小蜘蛛居然还有转让权限，这也就不太合理了。然后小蜘蛛又敌化了钢铁侠的动机，才有了转赠的行为。另外大家再退回重译里面想一想，托尼一直想给小蜘蛛的是独立，以及在独立之外给他的保护和支持，并不应该是像伊迪丝这样的生杀大权。而且荷兰猪才16岁，未成年，他都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给他一套堪比洞察计划的系统，这未免有些太离谱了。所以伊迪丝的锅我觉得大家要一起背，但电影里却是小蜘蛛一个人扛下了所有。但是他没有气馁，没有抱怨，只是找来了哈皮，开始想办法反击。也就是在哈皮的鼓励下，他成了托尼·斯塔克 2.0， 他给自己做了新战衣，在战斗中蜘蛛感应进化，最后他也解决了神秘客，等待他的却是大危机，身份曝光。就此 Far From Home 结束， No Way Home 开始。重3之前，漫威和索尼因为分成的事差点分手，大家都知道了，我就不多说了。总之最后两家还是选择和气生财，准备拍重3了。据说一开始漫威是计划拍猎人克莱文的，可是索尼已经要拍了，于是只能改剧本，改着改着就改成了3重同框。最后索尼也知道了，经过这一次以后，小蜘蛛是回不了索尼了，这才是 No Way Home。而至于重3的剧情呢，各种槽点真的是数不胜数。梅姨、史传奇、小蜘蛛的人设也都在反复横跳，反复降智。大家仔细看片中的剧情，这一次小蜘蛛的人设真的是最没有主见的一次。他不断被他人影响，尤其是梅姨，甚至很大程度上都是梅姨激发了他内心的救世主情节。同时小蜘蛛是被剧情推着走，而不是他来决定剧情的走向，这就导致了小蜘蛛的人物弧光在倒退。但是啊，就冲着3重同光，我愿意原谅剧情和人设上的一切问题。看到托比猪和奥托师生重逢的那一刻，奥托对着镜头问出：“你们还好吗？” Well, it's good to see you, dear boy. It's good to see you. You're all grown up. How are you? Trying to do better. Trying to do better. 我感觉那一刻奥托问的不只是托比，而是2004年的我。在看到加菲猪飞身一跃抱住了 MJ， 我感觉那一刻加菲抱住的不只是 MJ， 还有格温以及那个永远困在内疚中的自己。这一寂寞镜头，你哭了吗？说到底，电影打动了我们是感情，而不是逻辑。重3、奇异2这2部电影都有问题，但都为我们打开了多元宇宙的大门。能看到3重同框，我是真的很满足。这是我童年的回归，也是我少年的回响，如今是我中年的沉淀。而最让我满意的是重3的结局，全世界都遗忘了 Peter Parker。对 Parker 来说，最痛的就是失去了 MJ 和内德。其实这样的桥段，托比也有过。穿上战衣，他就没办法爱 MJ； 脱下战衣，他就没办法保护世人。托比和他的 MJ 辗转了3部曲才解决了这个问题。轮到荷兰猪，他同样也需要时间，但那是以后了。当下的帕克没有朋友，没有家人，甚至没有自己，只剩下另一个身份——蜘蛛侠。他住进了老旧的公寓，穿着简单的战衣。那一刻，我感觉漫威花了3部曲的时间，让蜘蛛侠回到 MCU 的大家庭，也让蜘蛛侠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在那一刻，托比、加菲、荷兰弟3重不仅同框，甚至合为一体。这是一个传承了初代和超凡精神的崭新的蜘蛛侠，所以我们迎来了今天的崭新之日。关于崭新之日的观后感，我已经发在上一个视频里。其实看完崭新之日以后，我觉得前3部曲里的所有问题突然就变得不重要了。当我看到帕克说出那句我既是蜘蛛侠也是 Peter Parker 的时候，当我看到帕克对琴说出你还有我，看到帕克走在人群中笑着面对人群欢呼，看到帕克坐在高楼上望着纽约，看到 MJ 流泪，看到内德叫出那声 Peter 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都过去了。从今以后都是崭新的一天。我很心疼小蜘蛛的经历，我也很欣慰小蜘蛛的成长。我相信有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每一个版本的蜘蛛侠。超人飞得太高，老爷站得太远，只有小蜘蛛仿佛就站在我们身边。他是人民的蜘蛛侠，也是我们每个普通人侠义精神的投影。我决定在接下去的时间里，让我们继续一起深入蜘蛛侠的电影世界。